1949年12月，在新中国刚刚建立还不久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开往苏联的火车。在火车经过贝加尔湖时，毛主席望着列车外的蓝天白云，不禁开口道：“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，就是我们苏武牧羊的地方啊！”说到这里，毛主席的心中泛起了惆怅。毕竟汉朝苏武、霍去病曾踏足的故土，如今却成了异国他乡。而如今，中华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今天，仍有无数人抱有期望，期待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华。有人认为，一旦蒙古回归中华，中国将撼动美国地位。那么，面对历史的呼唤和现实利益的考量，为何外蒙古如今还未回归中国？外蒙古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又有什么重要意义？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，而在其退位诏书中提出满、汉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。孙中山随后也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，此举含义是，即使清朝灭亡，位于边疆的西藏、新疆、蒙古等地也同样归属于中华民国。随后，北洋政府于1913年为了维护领土的统一，和俄罗斯签署了中俄蒙条约。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，但俄罗斯也必须承认外蒙古主权归属中国。然而，外蒙在沙俄的支持下多次改弦更张，有彻底脱离中国的意思。之后，段祺瑞上台，命徐树铮经略外蒙。徐树铮为了尽快解决外蒙独立问题，以武力逼迫再兼之手段，很快就彻底收回外蒙，使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徐树铮因参与军阀混战，很快就返回北京。再加上苏联有意支持外蒙贵族独立，外蒙迅速掀起了开始第二次独立浪潮。虽然北洋政府和蒋介石国民政府对蒙古的独立都未曾认可，但当时中国风雨飘摇，内忧外患，已无暇顾及边疆。到了1945年，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出访苏联。作为一个同样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人，蒋经国放低姿态询问斯大林外蒙古是否可以留在中国时，斯大林只是淡淡的回应道：“从军事战略上看，苏联必须需要外蒙古，苏联领土太大了，西部和远东地区只有西伯利亚铁路联系，如有军队从外蒙向苏联进攻，苏联会灭亡。”蒋经国将斯大林的话转述给蒋介石，蒋介石为了在内战中获得苏联支持，很快就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。1946年1月，外蒙古从中国正式分离了出去。霍去病、朱棣等中国古人征服过的故土，彻底沦为了异国他乡。那饱满的中华秋海棠，也无奈地成为了如今的中华寿鸡，让今人感慨万千。而如今，望着那茫茫大草原上数不尽的牛羊和戈壁滩下价值万亿的矿藏，在中国和美国对抗日益激烈的今天，有人提出，外蒙古要是回归中国，中国定是如虎添翼，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占得上风。那么，这个观点真的正确吗？作为一个领土面积约156万平方千米的国家，外蒙古的领土面积相当之大，约等于7个湖南省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还蕴藏着丰富的矿藏。其中铜矿储量就有20亿吨，黄金储量接近3500吨，煤矿储量多达3000亿吨。至于全世界都需要的石油，蒙古国也有80亿吨，并且和中国人口过多相反的是，外蒙在坐拥广大领土和巨量矿产的前提下，人口却只有330万人，可谓是真正的地广人稀。要知道，中国作为一个人多资源少的发展中国家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对于矿产，尤其是铜矿的需求可谓是与日俱增。目前，中国的铜矿主要是从智利进口，其高昂的价格自不必说，还要常常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。毕竟，南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，美国在南美的影响力远大于中国。著名军事专家戴旭曾标明一个观点：倘若中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，美国将利用强大的海军力量，在马六甲海峡等地对中国展开截杀战。到时候，由于缺乏外部资源的进口，人多资源少的中国大陆只能经济崩溃，进而达到西方所认为的不战自败的战略目的。而联系现实，自从2018年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开战以来，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，计算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被封锁，中国经济受到一定程度冲击。倘若外蒙古回归中国，中国可以把外蒙古的丰富矿藏以较高价格出售给国际市场。届时不仅能摆脱纯资源进口国的窘境，还能借助中国全产业链优势，迅速发展相关产业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。另外，蒙古国现有6000多万头牲畜，而中国作为一个2022年粮食自给率仅为80%的大国，蒙古国的畜牧业可以极大缓解中国的农业困境。不要小看这个数字，
一位名人曾说过，倘若粮食价格上涨10%，其最后的结果是10个人里出不起价的第10名饿死。而中国由于尽全力保障粮食自给，导致大部分的耕地已经被小麦、大米等主粮占用。作为畜牧业原料的大豆等食品，不得不高度依赖进口。而世界粮食基本被4大粮商操控，即美国 ADM、美国邦吉、美国加吉和法国路易达福，他们控制着全球80%以上的粮食交易。所以，若外蒙回归，他拥有的牲畜在满足自需后，可以尽数卖给中国内地，这样中国民众可以以更低价格买到优质的牛羊肉，中国政府也可以在粮食安全上游刃有余，而出售牲畜的外蒙古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，从而摆脱贫困的境地。所以，外蒙古的回归可以给两国带来完美的3赢。既然外蒙回归的前景如此美好，为何中国现在还未推进外蒙回归进程呢？答案是另有隐情。俗话说得好，理想很丰满，但现实很骨感。外蒙的回归自然能帮助中国在经济领域上得到很多改善，但现实里经济并不是全部。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，外蒙回归还为时尚早。外蒙作为一个夹在中国和俄罗斯2个大国之间的国家，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倒向哪一边，都会对另一边产生严重的压迫感。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当苏联陈兵100万，随时准备用强硬军事手段进攻新中国时，中国整个北方都被笼罩在战争阴云下，中国不得不开展3线计划，以保存军事和工业力量。而换过来，若外蒙回归中国，当中国驻兵在现在的俄蒙边疆后，以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，在极短时间内，中国有能力截断俄罗斯远东大动脉、西伯利亚大铁路。这样的场景是俄罗斯人所不愿看到的。如今，中俄虽未结盟，但出于共同对抗美国以及北约的目的，两国关系友善，合作众多，所以维持如今中俄蒙3国的现状，显然是两国都乐意的。